大家好，中秋月圆，庆幸同船，多谢各位登上深万我每日都会定时起航的小船。魔幻的2022年，深万我不会随大流的恭祝各位花好月圆，人月两圆。我只想用上赵丽颖、王一博两位有爱有心的王炸姐弟在2022年当中用上的那最美也最实用的2个字。如果您好奇这2个字是什么的话，证明您已经成功错过了深万我的独家深扒和原创硬核，因此特别建议您自行回顾一下全网唯一孤独求败的铁口雌黄。有趣的是，或许热烈大老板大鹏还会贼心不死，还想提早掘金，所以王一博的左手打右手依旧会有脚掌出现。毕竟，如果赵丽颖都被章子怡反复惦记的话，电影市场的风云依旧会在2023年激荡和清朗。在视角永恒359度、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的眼里，军装王一博和西装王一博原本有一博，如果加上轻装王一博，那么结果就是三国和摊薄。2022年的9月8日。电影《长空之王》上线了首支1分50秒的正式预告。官方社交平台给出的文案是：只有到达自身的极限，才有可能试出飞机的极限。试飞员是刀尖上的武者，坚定信念，逐梦蓝天，战机展翼，制胜未来。2022，期待相见。这段文案除了宣布首支预告片发布之外，也让观众知道电影还没有定档。《长空之王》主演阵容非常强大，王一博、胡军、周冬雨主演，堪称梦幻阵容。而且聚焦试飞员的空军题材也不是很多见，无论放在任何档期，表现都不会差。当然了，深万我信口雌黄、铁口无双的聊过了佩洛西的加成非常高，团队懂事的话，成千上万个有用的话题都可以交织成无双无死角的舆论火力网。在社会主义红潮的一边倒大势推动下，长空之王在东风当中摧枯拉朽、逆势通红也是可能的。当然了，迄今为止，团队动作为零，所以结果也都不用多想了。这部预告片的第一幕就是一架战斗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过，几乎看不清细节，但能看到飞机尾部发动机燃烧的火光，速度实在太快了，非常有冲击力。这种画面的仿生能力，您见过吗？又在哪见过呢？接着，机甲战斗机在云层间急速穿梭，还做出各种翻滚的动作，让人不由想起了早年那部《绝密飞行》。接着出现旁白，应该是在训练基地，教官训话说：“你们赶上了伟大的时代，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等着你们去试飞。”接着胡军饰演的张挺登场，他对参与试飞员选拔的队员们展开魔鬼般的训练，还说试飞员跟新飞机一样，都要经过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。队员们在跑步机上挑战体力极限，在快速旋转的装置上转圈，也感受极端天气下自己能不能扛得住。能看到战斗机已经被冷气喷的机身都是白霜，感觉气温有零下几十度。而同时传出了雷雨测试失败的声音，雷雨正是由王一博出演，说明王一博在试飞员选拔的过程中肯定历经很多磨难。而试飞不但是对试飞员的严峻考验，同时也是对飞机的严峻考验。所以预告片中雷雨说新飞机的心脏病什么时候能解决，说明飞机在研发和试飞的过程中也会有问题和不足，这肯定给试飞带来更多不确定性。同时预告片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炫酷镜头，除了急速飞行、高空翻转外，还有高空跳伞、战机从雪山飞过，一大片冰雪被掀起来，蔚为壮观，还有驾驶飞机过程中尽情的炫技、快速爬升等等。张挺问雷雨感觉怎么样，雷雨兴奋地回答：太爽了。总体来说，预告片观感不错，很多刺激、酣畅淋漓的飞行镜头，而且相信试飞员的魔鬼训练应该比较能挖掘演员的演技，对王一博的表现也很有信心。这样展现战机飞行的电影少不了特效镜头。据公开资料，长空之王的特效由英国特效公司 DinEgg 完成。这家公司目前拥有900多位员工，参与了《盗梦空间》《黑暗骑士》《星际穿越》以及《生化危机》《蝙蝠侠》等电影的后期制作，称得上是一线后期公司。然而，同样作为空军题材，看了《长空之王》的预告片，难免不让人和目前今年的票房冠军《壮志凌云2》相比。这里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比较下来会发现《长空之王》至少在3方面有所不足。
一一致敬了一把壮志凌云2。首先是受限于题材和剧本，《长空之王》以和平年代为背景，主角是试飞员，这意味着电影中不会有真正的空战。这一点在剧情的紧张程度上会不如《壮志凌云2》。看过《壮志凌云2》的网友都知道，汤姆·克鲁斯在影片中要训练飞行员们去完成一项几乎有去无回的任务，要躲避雷达、躲避敌机，在低空快速飞行的情况下炸毁他国的核试验基地。而且完成任务后要急速攀升，难度特别大。而这项任务成了剧情的原动力，一直推着观众往前走，特别带劲。而《长空之王》试飞员的故事到底该如何吸引观众，目前还不得而知，但很难和真正实战的《壮志凌云2》匹敌。而实战是最热血的张力和刺激，这就像口炮和实弹的残酷对比感。第二个方面是拍摄手法，《长空之王》从预告片不难看出，空中飞行特写较少，大部分是展现飞机在空中飞行的特效镜头，而《壮志凌云2》则不同。为了打造真实、身临其境的体验，汤姆·克鲁斯坚持实拍，他自己开飞机，将6套摄影系统放上飞机，这和此前诺兰的敦刻尔克异曲同工。当然难度非常大，因为会影响飞机的稳定性，整个飞机都要重新调教，费了这么多劲。汤姆·克鲁斯的答案是，只有真实拍摄才能打造这种体验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成熟的电影工业，也是国产电影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地方。第三个方面是整体画面的质感。看完《长空之王》的预告片，还是多少有些不真实的感觉，特别是飞机飞行在空中交汇、翻滚的镜头，还是很有动画质感，不太像真实的空中飞行。而《壮志凌云2》不论是实拍还是特效镜头，都要更真实一些，而且有一些细节感觉《长空之王》也不到位。比如预告片中有一段是迅速爬升，几乎是垂直冲向空中，这样的段落在《壮志凌云2》里也有体现，并且精准呈现了急速爬升时飞行员要承受很大的重力压力，甚至会出现短暂晕厥的情况。这本该是这类题材绕不过的元素，但预告片中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一点，很可能会成为电影不够真实的一个大 bug。当然了，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永远都是坚强要求和谐、美满、幸福、安康的，任何危险性镜头、不安全动作、窒息性暗讽，都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标主旨的。所以，不想被卡，期望过审，就得痛痛快快地把所有无瑕疵、无纰漏的伟光正器件都奉献出来。当然了，在视角永恒359度、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，吃瓜观众、路人粉丝也不是傻子，针刺手背都会痛。如果强行说酸爽，那么背后的影评和口碑也是岌岌可危的。这里还是新万我的老话一句：团队，一招就能破解的小聪明，全世界都不会懂。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期待《长空之王》就对了。在国庆档上映的那一天，王一博的表现也能画上某个句号了。这个句号在王一博的《冰与火》当中倒是七彩灼墨，涌出精彩。由陈晓、王一博、王劲松、刘奕君、赵昭仪、郭晓婷、唐绿晶、龚磊、冯佳怡、涂冰、宋茜、张志坚、张玉琪、艾东等人主演的刑侦剧《冰与火》，可谓全员演技在线。就连不是科班出身的王一博也呈现了太多精彩。《冰与火》这部剧的精彩之处，题材真实，人物鲜明，演员演技在线，导演技术过关，整体效果明显，属于高质量的好剧。而两位主角陈宇和吴振峰也各自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，保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剧中人物精彩，演员演技也好，王一博演技好，陈晓演技好，他们的演技不逊色于老戏骨，全凭热爱2个字。在《冰与火》中，老戏骨不少，比如饰演陈立文陈副总队的张志坚，已经进入影视界39年之久，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，演技在线，妥妥的实力派老戏骨。比如饰演林德赞的王劲松，公认的老戏骨，国家1级演员，出演了众多的影视剧作品，认真敬业，演技有目共睹。比如饰演杨兴全的刘奕君，从编导做起，很多经典作品和角色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而王一博并非科班出身，他之前也没有多少演戏经验，
舞台经验很多，但和塑造角色及人物还是相差甚远。现在通过《冰与火》这部电视剧，塑造了青年缉毒警察陈宇这一形象，个性鲜明，生动立体，人物代入感很强，令观众惊艳。这种万红丛中一点绿的抢眼，您留意到了吗？您又认同申万我的观感吗？剧中的陈宇和很多老戏骨都有对手戏，每一次对手戏，王一博表现都不错，自己认真努力，全身心投入角色，加上导演傅东玉和老戏骨的帮助与指导，让王一博领会人物精神，成功塑造了鲜活的人物。特别是和王劲松的对手戏很精彩，林德赞和陈宇之间的互动既有严肃的一面，也有友爱温馨的一面。林德赞和陈宇亦师亦友，从彼此怀疑到共同信任，人物之间的互动让观众喜欢。而王劲松和王一博双王组合，从戏里延续到戏外，王劲松老师教会王一博很多，王一博也表达自己对王劲松老师的喜欢。在《冰与火》中，年轻的陈宇获得了林德赞的支持和认同；在戏外，年轻的王一博获得了王劲松老师等人额支持和认同，这一点着实令人欣慰。陈晓演技也一如既往的好，《冰与火》中他再次挑战邋遢形象，从白白净净的帅哥到胡子邋遢的疯哥，以往高帅富，现在挨打逃跑被怀疑。陈晓在《冰与火》中的挑战还是蛮大的，但不管怎么样的角色，什么样的形象，多么难的文戏、武戏，陈晓都认真对待。他演绎的吴镇锋有血有肉，有勇有谋，有胆怯的时候，也有果敢的时候，有心软的时候，也有狠心的时候。吴镇锋的艰难，每一步都很危险；陈晓的付出，每一次都令人欣慰。而且陈晓在《冰与火》中也有不少和老戏骨的对手戏，比如和王劲松的对手戏和张志坚的对手戏，陈晓都表现很好，眼神、台词、动作都很到位，情绪把控很好，人物塑造完整且生动。吴镇锋的每一次紧张、慌忙、生气、欣慰、放下等情感元素，都让观众印象深刻，跟着他的呼吸而呼吸，跟着他的波动而波动，这就是好的演技，这才是好的演员。通过王一博的成长时间线，不知道您看得出一种叫做重生的细节梗吗？陈晓也好，王一博也好，他们在《冰与火》中演技不逊色于老戏骨，全凭热爱2个字。因为热爱，所以全身心投入；因为热爱，可以不顾形象，不顾危险；因为热爱，即便没有专业知识、科班背景和从业经验，也愿意尝试和揣摩，接受前辈的指导和建议。因为热爱，一遍不行再来一遍，把白衣服染成黑衣服，不管摔多少次，不论滚多少回，只为角色的完美呈现。因为热爱，才有了人物与演员的完美结合，才有了演员的精彩演绎，才有了活灵活现的人物。《冰与火》是一部好剧，值得反复观看。陈晓和王一博是好的演员，值得被认可和喜欢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时常感觉很多的旁观者视角之所以老是在局限在山脚，总也爬不上巅峰，去一道俯视众生，其实还是体会不到当局者的那一份超常在线的热爱。无法体会这一份的热爱，自然也无法体会大鹏的热烈。最新网传又加码了，今年国庆档或有9部电影上映，分别是《万里归途》、《长空之王》、《中国乒乓》、《无名》、《热烈平凡英雄》、《深海》、《绝地追击》、《扫黑拨云见日》。之前申万我探讨了几部呢？您还记得吗？特别是热烈制片人的马虎眼吗？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只想说兵者诡道也。现在这9部电影中有3部是王一博主演的，分别是他和胡军、周冬雨主演的《长空之王》，他和梁朝伟、周迅主演的《无名》，他和黄渤主演的《热烈》。刚刚提到的9月8日这一天，《长空之王》发布了第1支1分50秒的预告，说明它真的有可能在国庆档上映了。此前，也就是9月5日，《无名》发了第1支1分钟的预告，说明也有可能在国庆档上映。热烈在7月25日发了1支只有15秒的预告。这部电影是这3部电影里开机最晚、杀青最晚的，
许多人都觉得在国庆档上映有点难了，太赶了。但是呢，申万我只知道大鹏是喜欢赶场和赶巧的，《长空之王》是最适合在国庆档上映的，因为这是一部讲述空军题材的主旋律电影，结合国庆节的气氛，观众看了可能会觉得十分自豪。无名虽然也号称是主旋律电影，但毕竟讲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故事，民族自豪感会差一点。但如果无名和长空之王一起在国庆档上映，也有个好处，可以两部电影捆绑在一起营销。王一博也可以两部电影一起做宣传。张译和王俊凯主演的《万里归途》在9月7日发了一支1分38秒的预告片，所以这部电影应该也是定档国庆。邓超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中国乒乓》，李冰冰、冯绍峰主演的《平凡英雄》，欧豪、古嘉诚、俞灏明主演的《绝地追击》，肖央和范丞丞主演的《扫黑》，拨云见日都没有发预告片。这4部电影在国庆档上映的可能性其实很小。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海鹏执导的动画电影《深海》8月17日发布了一支1分25秒的预告片，应该也是在今年国庆档上映。无名、长空之王、万里归途、深海，这4部电影的票房都有可能超过10亿，一个档期有4部这样的电影已经够了，别的电影再来，那只能是多败俱伤。这一点，申万我也是哀叹好多回了。如果您喜欢听申万我的哀叹的话，不妨自己自助吧。现在，某些娱乐大拿纷纷跳出来鼓劲加油，并根据往年同期的参考数据，纷纷预测了一把这些又红又专的票房，包括无名20亿、深海15亿、万里归途12亿、长空之王10亿等等等等，是不是这些数字挺不错的呢？有人说，国庆档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票房，要知道。去年，申万我第一时间也深扒硬核过了，《长津湖》也是在国庆档上映的，一部电影就有57亿的票房，而今年这4部电影的票房加起来正好是57亿，所以2022年和2021年的比较，一年差过一年的估算值，表面上看还不算太保守。那么您觉得呢？电影离不开影院，影院离不开旗袍，旗袍离不开绿码，绿码离得开电影。这在视角永恒359度、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的眼里，是个无法闭环的闭环。所以，纵横电视圈、跨界综艺界的王炸姐姐赵丽颖，鬼聪明总能够兑换成实打实的面包和牛奶。要知道，这份成熟的睿智是需要磨难、需要重生的，而这点通常不会有人留意。甚至真爱粉或许也不懂得如何去关注。当年在某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刚刚落下帷幕的时候，赵丽颖获得了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，一袭蓝色蛋糕裙，状态好到炸。于是乎，不少网友惊呼：生完孩子的赵丽颖比之前状态更好了，让人没办法把她和妈妈这2个字联系在一起。相比之前的呆萌可爱，当时的她更显端庄。眼神里也多了一丝为人母的温柔和坚定。有好事者在看到这组照片时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女人狠起来，自己都害怕。越是这种表面云淡风轻的样子，骨子里越是有一股笃定的力量。这话说得相当到位，说得相当的深有体会。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？当媒体拍到赵丽颖产后3个月照片的时候，当时可是30度的温度。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显得有些臃肿。于是乎，有黑心网友用矮矬肥这样的词语来攻击她，说她配不上冯绍峰。于是乎，跟着的5月份的时候，久违露面的赵丽颖就用一组健身照片刷屏微博，肌肉线条、马甲线，哪能看出来这是生完孩子只有1年的妈妈？这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，有着怎样的努力，谁又能看到呢？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当妈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那些瓜皮在手，天下我有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为了成为妈妈，他们付出了什么。有人说生孩子是女人单枪匹马在拼命，这话不假。声门导演陈维军说过这样一段话：都说生育是2个人的事，是老公老婆的事情，其实不是，真正面对一切的是女人。大家都说生孩子很疼的，可是有多少人知道生孩子到底有多疼呢？纪录片《人生第一次》里让几个爸爸体验生孩子的疼痛，还没坚持几秒就忍不了大叫停停停，
而女人需要忍受长达12到18小时的持续阵痛。医学上将人类能感受到的疼痛划分为12个级别，而生孩子的痛达到12级。申万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奋不顾身、全情追爱的大 S 就是这么一个生命的模板。当年39岁的大 S 在生2胎时，因体力不支和药物过敏，导致癫痫发作，一度昏迷，经过2次急救和1晚 ICU 才脱离危险。也许有人说剖腹产打麻药会好点，可是麻醉结束后一样让人痛苦不堪。谢娜产后排恶露，护士需要不断按她的肚子，她痛到尖叫，全身发抖，以至于后来看到护士就冒冷汗。其实除了难以忍受的疼痛，还有未知的风险。同样，在生门里的夏锦菊因前置胎盘大出血，2度心脏停跳，长达15分钟，出血7、8千，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2遍，鬼门关走一遭。产房外，她的父亲焦虑地一直抹眼泪，而她的丈夫因为工作忙没有出现。据统计，世界上每天都有830个母亲死于生产，每1分半或2分钟都有一个妈妈在逝去。每当微信朋友圈惊喜出现了这样4个字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母子平安或者母女平安的时候，对于每一位经历过的做母亲的人而言，都会觉得那就是一场妥妥的劫后余生来的。如果您反对申万我的这个用词和说法，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大声地斥责出来，无任欢迎。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很粗糙，也很精妙，那就是没当过妈不足以谈人生。这话说的特别狠，是对自己的狠，因为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就是生完了就好了。其实产后第1年是女人最难的1年，生育带来的各种生理心理上的后遗症，这种后遗症就是不少女人半条命过后的重生了，其中包括赵丽颖。单就哺乳这一件事来说，就能把女人折磨得够呛。之前张歆艺在微博上晒泵奶闹钟，平均4小时泵1次奶，1天至少6次，还不算孩子随时随地饿了要吃奶。有了孩子后，妈妈就没有睡过一个整觉。都说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可当妈的都懂，白天和夜晚对妈妈而言没有什么区别。还有长奶，那种奶硬得像石头的疼痛，只能默默忍着。长得丑但歌很甜的汪峰曾在节目中透露说，老婆章子怡这辈子最大的疼就是长奶。章子怡本尊形容自己如同酷刑，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。以前有一个女性生育后遗症的话题征集特别火爆，在各位亲身经历过的新兴母亲的大力催鼓和疯狂评论下，这个帖子一时间成为了爆贴，同步引发了很多妈妈的海量讨论，其中包括长奶、漏尿、便秘、痔疮、肛裂、胸部腹部变形、松弛、下垂等等等等，海阔天空。而相比之下，身材走样都是最普通的了。因此，在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悲天悯人的眼里，赵丽颖的悲催真的没人看得见，没人体会到。之前网友在中餐厅中发现赵丽颖随身携带骨盆矫正器，这玩意就是明晃晃的伤筋动骨的家伙拾来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随之而来的产后抑郁，就差点让孤立无援的赵丽颖挺不过去。赵丽颖产后，老公冯绍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丽颖变得没那么坚强了，经常在深夜里痛哭，如果哄不好孩子，她也会一起哭。当时就有老手妈妈说可能是产后抑郁，很多新手妈妈因为刚生孩子，身体激素急剧变化，身份也发生变化，情绪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。中国精神科研究协会调查显示说，高达80%的妈妈都曾有产后抑郁的倾向。说白了，在家丑不能外扬的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，又有多少人认为这是矫情、无理取闹呢？于是乎，干脆很多不被理解的妈妈们选择了自杀。2020年4月，长沙某小区37岁的苏女士带着只有5个月大的女儿跳楼自杀，母女2人当场死亡。2019年4月，湖南湘潭一位妈妈疑因产后抑郁，带着4个月的女儿跳楼身亡。2018年5月，江西省萍乡一个2胎妈妈疑因产后抑郁症，带着1双儿女跳河，妈妈被救起，而2个孩子去世。产后抑郁和感冒发烧一样，是一种疾病，很多妈妈根本无力抗拒。赵丽颖不是神，她也是肉体凡胎的人。当然了，有人会问，
不就是生个孩子吗？为什么会产后抑郁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另外我要推荐一个高知高赞的神回复。这个回复是：如果一个男人做完一次开腹手术，拖着没痊愈的病体下病床不到1个星期，马上投入到一份24小时需要随叫随到，还完全没有经验的工作里，稍微没做好，要受到所有外人和亲人的指责，而且这份工作还不能带来任何收入和前途。你看看你崩溃不？这个反问需要一种感同身受的智慧，不是吃瓜冷眼的旁观。请注意，这份24小时需要随叫随到的工作，就是交出自己的健康，照顾一个比自己还需要爱和关怀的亲生骨肉。所以那些所谓的为母则刚的正能量词藻，只不过是女人们在硬撑罢了。而且对职场妈妈而言，更是百上加斤，因为家庭和事业很难平衡。于是乎，赵丽颖产后不到6个月就复出了，杨幂产后2个月左右就复出，不止明星，普通女性也是在产假结束后就回到工作岗位。而很多平凡的女人，实际上已经回不到生孩子前的职场了。这个社会很现实，不会因为你是妈妈就等你。姚晨在星空演讲中吐槽自己和经纪人接连怀孕，流逝的时间和走样的身材，让她成为一个没有戏约的中年女演员。颖儿在月子里就开始瘦身减肥，她怕再晚一点复出，就没有人找她拍戏了。还有人经常调侃说一孕傻3年，看似玩笑，可现实呢？还真就是生完孩子后的女人，注定不再是之前那个女人了。一个妈妈很难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，只选择家庭，你会失去展现自我的机会；只选择工作，你的孩子缺少陪伴。这就是很多矛与盾、冰与火并行双生的无解答案了。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，如果你选择成为一个职业女性，就会有人说你不顾家庭，你是个糟糕的母亲；如果选择成为全职妈妈，又会有人说生儿育女本就是女人应尽的本分。韩剧82年生的金智英中残酷折射的现实，让许多母亲都不敢再看第2遍。女主智英迫于压力辞职做全职妈妈，每天照顾孩子，买菜做饭做家务，想休息一会，想吃口饭，孩子却哭个不停，每天还要做好饭等丈夫下班，她一刻不停歇。就这，还有人说又不上班，轻松空闲。她想返回职场，却被婆婆拒绝，怕她耽误儿子的大好前途。你出去赚钱又没有我儿子多，女人在家理所应当。而做一个职场妈妈，你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可能最后结果还是不能如你所愿。之前，万茜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说，其实家庭和事业是没有办法平衡的，势必有一方要做出牺牲。一向被认为家庭事业两平衡的马伊琍也表示说，女性既要成为一个事业有为的独立女性，又要成为一个贤妻良母。我觉得这就是对女人要求高，这是不合理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两者完全兼顾。她还发微博表示说，每次采访必被问到，作为一名女演员和2个孩子的妈妈，你如何平衡好事业和家庭？特别想知道这个问题是专为女人们设计的吗？下次也请问问男演员们，好想知道他们的答案是什么。马伊琍的大号的无奈，真的算是狠狠地扇了自己一巴掌，因为这个问题明晃晃是没人去问男人的。同样的，赵丽颖的大写的无奈，压根就说不出口。成为妈妈，说白了就是一场修行。之前的热播剧《30而已》中，钟晓芹刚怀孕，纠结要不要孩子，顾佳和她的一段对话让人记忆深刻。顾佳说了一番自己当妈的心路历程。她说，生孩子是件特别糟糕的事，当了妈以后，最大的感受就是憋屈，憋屈在一个叫妈妈的头衔里。我出了月子的第1天，我突然感觉到顾佳已经死了，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。我经常看着徐子言，我就在想，她什么时候能快点长大，能一个人吃饭，能一个人睡觉，能管理好她自己的情绪，能把我的还给我。可事实上，是我离不开她。现实就是这样，在生孩子之前，准妈妈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，但在成为妈妈的那一刻，就开始了当妈的修行。这场修行靠不了别人，只能靠自己。赵丽颖为爱生下了孩子，为爱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少说点为母则刚的零营养的话，
赵丽颖只需要再多一些的包容和理解就够了。这世间没有完美的女人，也没有完美的妈妈。每个妈妈其实都在负重前行，却也甘之如饴。还是那句话，女人生不生孩子都是一种选择，不是必然。如果她为爱生下孩子，男人们就应该记得给她多一些理解和珍惜，而不是冯绍峰的困惑。没经历过生产痛苦的人都应该对妈妈们仁慈一些，因为不是谁都有勇气成为一个妈妈。那些跨出第一步的人就已经赢了。赵丽颖之所以在离婚之后高歌猛进、焕然一新，说白了，活得明白和通透的她，已经成功跨出了人生关键性的第一步。她已经重生，已经赢了。在赵丽颖的眼里，孩子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任务，而是一家人的责任。她靠着一己之力已经做到了。如果身边的人不懂得珍惜，那么她的众生就是当之无愧的双赢了。因为她不仅赢了自己的事业，也赢了万千的尊重。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在月圆之夜，借此致敬所有默默付出、默默伟大的重生中的母亲。